自愿相信是一阵，不会枉思绪委婉，看目光一抹斜阳，打翻不经意的伤，爱难忘心事了然，繁华降落地成霜，看天色渐暗微凉，岁月荏苒，宁愿孤芳人自赏。我牵起了时光，任凭思念辗转，有回忆来温暖，哪怕泪滚烫，爱如月光遥遥相望。我愿只身前往，只盼离别暂缓，缘分未散。我牵起了时光，任凭过往追乱，那些离别惆怅终会被珍藏。有些爱与谁无关，心牵挂就能无恙。你遇到什么麻烦的事啊？我没有啊。没有。你说遇到麻烦的事啊，在电话里说不清楚，一定要见面才能够说，而且非得约在酒店房。Excuse me， 是你 message 我叫我来的啊。是你。我问你啊，你收到的简讯是不是一个不认识的电话号码发来的？嗯。给我看看。奇怪了，你没有约我，我没有约你，是谁约我们来这里的？而且是同一个号码哎。我刚才打过了，打不通了。现在也是打不通了。奇怪了，什么人要这样整我们呢？而且这个人也同时认识我们两个。喂，你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啊？没有啊。你家人、喜记？不可能啊！你为什么这样问啊？我有个客人好像特别讨厌喜记。什么客人？青山，你认识他？我们喜记的做饼师傅啊。做饼师傅？对啊。那他为什么那么讨厌自己做的饼啊？刘老板又来找我倒垃圾啊？要不要一起喝一杯？好啊。哦，我买了著名饼店的豆沙饼，吃一个吧。Matt， 谢谢。吃一个吧。为什么买喜记的饼？你为什么买喜记的饼？为什么？以后都不准再买。好，好，好，以后不买了啊，以后不买了。喝酒吧。而且这个人有一点奇怪的，每次喝多了都会说一些要报仇之类的话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复仇大计就快要实现了。我忍了那么多年，我熬了那么多年，终于要实现了。来，喝完它。你真的好辛苦哦。说得对，我真的是很辛苦。我每天要对着这一家人演戏，
要假装表现到很感激他们，很喜欢他们。其实我恨不得他们全部去死啊！他们猪狗都不如，他们把我一家人害得有多惨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爸跟我说过，是他们把我们害惨了。如果我这辈子不报这个仇的话，我就对不起我自己，对不起我爸，对不起我爷爷，你知不知道？他真的这么说啊？最近发生那么多事情，不要跟我说是他一手造成的。还有，他说要报仇，也不要告诉我他报仇对象是我们喜记啊。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为什么要叫我们2个来这里呢？哎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很乱了。事情一定没那么简单了。小珍，有没有看到青山？青山下午跟璇姐出去后就没有回来了。他有没有告诉你他去哪里啊？他们没说。跑到哪里去了？喂。啊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哎，怎么样啊？大哥，大嫂还在里面呢。你放心吧，大哥，大嫂一定会吉人天相，她会没事的。阿璇无端端的为什么跑去酒店，还从楼梯甩下来？爸，是一场阴谋来的。小璇晕倒的时候，我也在那家酒店。是有人冒充我朋友，把我骗去酒店的。哎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不知道，爸，我现在很乱了。哎，我们林家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最近接二连三发生这么多事？连先生，我们已经替你的太太、婆父将胎儿拿出来。你的双胞胎宝宝目前的情况并不是很乐观，所以他们必须留在育婴箱里面留院观察。至于你太太在摔下楼梯时，因为撞击到头部，导致脑部的中枢神经系统损伤，虽然已经动了手术，但现在依旧昏迷不醒。大哥，你一整天没吃了，下楼吃点东西吧。我没什么胃口。那你饿了再告诉我吧。大哥，我觉得大嫂的意外来得很突然。刚才听你说是有什么阴谋的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觉得是有人故意安排小璇去酒店的。是谁啊？你说会不会是青山？听你这么说来，那最近发生的事都和青山脱离不了关系。我前阵子在青山的手机里看到一则短讯，短讯的内容和山聪所发出的短讯很相似，都很喜欢在简讯的开头呢写上“超”这个问候。乔，在越南语当中，“超”是 “hello” 的意思。简讯内容是什么？里面是写说钱我已经转账了给你，还说如果下次有这种赚钱的机会，记得找我。你确定这个简讯是山聪发的吗？我并不完全确定，不过还有一件事情很奇怪，
那天我和包到餐馆去谈事情，遇到了青山的弟弟在那里做工。然后呢？爸和我说，青山的弟弟名字叫做刘清风，可是我却听到那里的人叫他天龙。又跟我说，清风这个人也是假的，根本没有这个人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爸和青山遇到流氓的事情，爸的手被流氓弄伤，难道也是青山一手安排的？很有可能啊，所以他也假装手受伤，有借口不能够做米润，害我们交不出货给苏老板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真花喜气对他又有什么好处？之前金山跟卢娜说他是来报仇的，如果他有目的接近喜剧，而且是特地来报仇，那所发生的事情就解释得过去了。小珍呢？青山呢？我不知道，他今天没来上班。他昨天下午出去后就没有看到他了。这青山啊，什么都没有交代。我出去一下，你帮忙看店啊。嗯。请问谁是这里的负责人？我就是，请问什么事啊？我们接到投诉，有人吃了喜记的豆沙饼，导致集体中毒，其中还有一个人休克死亡。啊？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啊？现在怎么样了？卫生局的人说，有100多个人吃了我们的豆沙饼而食物中毒，还有1位老人家因此休克身亡。不过食物中毒的原因还在调查中。我们最近究竟怎么了？竟然接二连三发生这么多事。卫生局已经勒令喜记所有分店都要暂停营业。不过现在最糟糕的是，中秋节的那些订单要是出不来，我们要赔钱的。算到来，不是个小数目。我们卖豆沙饼卖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，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呢？而且是中毒的事，这么严重，一定是那刘青山搞的鬼。这个青山有什么关系啊？刘青山，刘青山，你给我出来！干嘛？他不在啦，昨晚搬走了。你别骗我们，我们知道你和青山是串通好的，你根本就不是他弟弟。对啊，我不知道弟弟啊。你不是他弟弟，那你为什么要冒充呢？哦，那个啊，他叫我演场戏，我拿钱办事，就戏咯。我不懂他去哪里了。你演戏？明天就是中秋了，应该是一家团聚的时候。我老婆却躺在医院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老婆也不会出事的。怎么能够怪你呢？你也是被青山利用，你完全不知情啊。放心，老婆会没事的。我也希望。谢谢你。最近喜记的中毒事件，是不是青山搞的鬼啊？他接近我们，也是为了要报仇。他在喜记3年了，不要说是你，就连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这种人。还多亏爸把做饼的功夫全部传授给他，他却恩将仇报。你们之间的恩怨好像很深哦。他每次喝多了都会说你的家害了他全家。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仇恨啊？只要我们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一定可以将喜记做得火火红红、大展宏图的。你是不是有一个祖先叫做刘赛定？哦，不
不认识。赛鼎和青山长得那么像，大家都姓刘，难道赛鼎真的是青山的祖辈？在想什么？哦，没有啊。我搬回家住了。哦，为什么？我妈都过世了，我也没什么亲人，就决定搬回家住了。也好。如果有什么事，随时来找我。大喜。小姐在吗？这是你的包裹，请签收。好。露娜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利用你的，希望你能原谅我。我知道你很喜欢这首歌，我找了很久才找到这首歌的黑胶唱片，希望你会喜欢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一直都很感谢你陪我撑过人生中这段最痛苦、最煎熬的日子。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再见到你。原谅我不能亲自说再见，青山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是不是有一位客人叫做刘青山的住进你们酒店？我是他老板，我们有急事要找他，可以告诉我要住几号房吗？哦，对不起，我们不能随便泄露客人的资料。不过如果你有需要，我们可以帮你打电话通知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们在这里等他就可以了。谢谢你啊，大哥，我们千万不能够打草惊蛇。要是让青山知道我们在找他的话，被他逃掉就不好了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们在这里堵他吧，我就不相信他躲在房间里面不出来。你看，现在是中秋节，应该是我们喜剧最忙的时候，搞到不能够开门做生意。都是那青山搞的鬼，如果不是他，就不会搞到今天这个地步了。我的手机落在车上，我去拿。
大嫂，大嫂你怎么了？医生呢？医生，你看看我大嫂出了什么事啊？是突发性休克，准备急救。青山，喂，大哥，大嫂突然休克，你快回来啊！怎么会这样子的？好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站住！混蛋！我们跟你无冤无仇，你干嘛要害我们？听好了，这是你们连家，这是我们刘家了，是我们的，我要你血债血偿！去死吧！去死吧！现在干什么？青山，青山，青山，你干什么？啊！大哥！青山，你干什么？青山！青山。保佑连家渡过难关，保佑阿轩早日平安无事。祖先保佑，祖先保佑，祖先保佑。祖先保佑，祖先保佑，祖先保佑。Would you like to spoon my view with you underneath the silvery moon by the light of the silvery moon? I wanna大喜哥，漂亮！大喜哥，大喜哥小心啊！大喜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喜哥，你没事吧？我为什么又回来这里了？其他人呢？就只有我一个人。你刚才明明消失的，为什么又回来了？我怎么又回来了？我怎么可能又回来的？什么？你说你回去了，但是你只是消失了一会儿，怎么可能回去呢？我已经回去1年了。不可以的，我老婆跟弟弟在等我，我一定要回去的。大喜哥，我一定要回去。大喜哥，啊，大喜哥，我讲，时间已经过了，时间已经过了。我又要再等到1年了。啊！
倒是一定有办法找得到的。来这。哎，唐叔，哦，你怎么了？全身湿湿的，还穿得这么奇怪。唐叔，你没事吧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赛迪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们连家到底来得罪你，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唐叔，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唐叔，唐叔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！你们连家到底怎么了？大喜哥，赛迪什么都不知道的。随便，快带他回房去换套衣服啊！好，早点回去报。对，唐叔，来，我们回房吧。来。春夏，唐叔他到底怎么了？刚才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他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啊？啊！唐叔啊，我煮了姜茶给你去取暖，趁热把姜茶喝了，可以让你取暖的。我等一下再喝。唐叔，你还好吧？赛迪，我求求你好不好？你不要让你的子孙来连家报仇好不好？唐叔啊，我跟学哥是好兄弟，我怎么会叫我的子孙来报仇呢？你有一个子孙叫青山，你发誓好吗？你发誓不要让你子孙来报仇，你发誓好不好？唐叔，你别那么激动，有话好好说啊！我求求你发誓，你发誓就可以了。唐叔，你太累了，好好休息吧。对，好好休息。赛迪，你发誓好不好？哎呀，唐叔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！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青山的人，我也没找人来报仇。而且你跟学哥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我们都是好兄弟，他怎么可能会害我们呢？我求求你，你就发誓好不好？好，我发誓，我刘赛鼎发誓，永远都不会找子孙来报仇，可以了吧？唐叔，他现在已经发誓了，你可以好好休息了。你说话算话啊！大喜哥，没事吧？你回来之后情绪很不稳定。最近家里发生太多事情了，我还来不及解决，人就来到这里。你知道吗？双喜受伤了。也不知道伤势怎么样，老婆又进了医院，2个孩子又在育婴箱里，而且喜喜可能面临破产，我又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。虽然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，不过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老天让你回来，是要让你改变一些东西。我人都在这里，我还能改变什么？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了。我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，都有它的原因。既然你可以来到这里，就表示老天一定有他的安排。
春仙说的没有错，上天安排我来这里是有他的原因的。如果青山是赛鼎的子孙，就表示他以后会到连家来报仇。也就是说，薛根跟赛鼎到最后会反目成仇。如果能够阻止这一切发生，青山就不会来报仇了。春仙，你说的没有错，上天要我回来是有他的原因的。你能这么想就好了。天无绝人之路。谢谢你。别那么客气，我们都是自己人。别忘了我是你老妈。我有样东西要跟你说。什么事？其实你不是我老妈。什么？我的老妈另有其人的。我真的不是你老妈。不好意思，我之前一次把你跟雪根凑在一起，我就，哎呀，那怎么办？我对学根已经有了情愫。不可以，你们不可以在一起，真的不可以。吓你的，才没有呢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对学哥你一点爱意都没有？原来也是因为你一口咬定我是你老妈，我才会逼我自己跟学根培养感情。其实我们之间，只可以说是好感，谈不上有任何爱意。我只是把他当成朋友。你是把他当成朋友，但他可能不是这么想啊。哎呀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。早。早。大喜哥怎么样了？昨晚他的情绪还是不稳定，一直对着赛鼎胡言乱语。那我去叫我阿爸开一些定神的药给他，希望对他有帮助。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大家也希望大喜哥没事。堂叔，你醒了？哦，大喜哥，你脸色还不是很好，你真的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真的。堂叔，你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告诉我们，不要憋在心里面，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你解决的。是啊。知道。谢谢你啊。连雪根呢？叫他出来！哎，田师傅，找我什么事啊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还明知故问，我真是自作孽，教会的徒弟没了师傅。田师傅，什么事情那么生气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那九王爷神庙每一年都是和我饼家采购贡品，今年去转向你们喜记饼家，还说你们喜记饼家给的价钱比我便宜，你们这样做不是摆明了要抢我生意吗？田师傅，我看是误会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有这回事。你不要以为不知道就把事情撇得一干二净，我真的是瞎了眼，教会了你做饼啊！哼，田师傅，田师傅。喂，今天我要带你去一个特别的地方吃饭，去哪里啊？待会你就知道。走吧。好吧。怎么那么巧？怎么了？他就是上次我工作那间俱乐部的经理，是他害我被辞退的。你等我一下。哎，原来真的是经理你啊！
那么巧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哎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刘赛鼎啊，之前在俱乐部工作，然后被你炒掉那一个。你到底想怎样？哦，没什么啊，只是想看看你在这里干什么，顺便让你知道风水轮流转，山水总有相逢这个道理。喂，怎么啦？啊，下次有空一起喝茶啊。谢谢。我一直都希望能带你来这里吃饭，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了。其实你不需要浪费钱，在家里吃也一样啊。怎么会一样啊？在这里吃饭，人都会变得比较高级一点了。哎，快吃吧。我觉得刚才你没有必要那么对他。哦，你是说刚才那个经理吗？我又没有对他怎么样，只是跟他说几句话而已。就算之前你们有过节，他都已经那么惨了，你为什么要那么对他？谁叫他当初当经理的时候那么嚣张啊，还陷害我？你不是已经报了仇了吗？他才会沦落到去扫大街的。那是他自己咎由自取啊！我又不是故意去找他麻烦，只是那么巧碰见他，只能说老天有眼。哎，如果今天在街上扫地的人是我，我相信啊，他也会过来奚落我一番，说不定会更过分。我已经算很好了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又何必呢？哎，对付这种坏人啊，绝对不能心软的，要不然他踩在你头上。你之前也说过了，山水有相逢，做什么事都应该留条后路，那么以后再见面也还有余地啊。我只知道，凡是对不起我的人，我都要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我要让他们清楚明白知道，我刘赛鼎绝对不是个好欺负的人。不过你放心好了，我是绝对不会这样对你的啊！吃吧，吃吧。哎，水哥，怎么还没睡？我有事想跟你说，我们进去谈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和觉慧之间没有什么秘密的，你有什么可以直接说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抢了田师傅九王爷庙的生意啊？哦，你误会了，我并没有抢他的生意，我只是开出更好的价钱，让顾客有更多的选择。你明知道田师傅是教我做饼的师傅，你怎么可以这么不讲道义抢他的生意呢？我们做人不能忘恩负义。我怎么不讲道义啊？做生意本来就是这样，各有各的做，谁的能力强，生意就是谁的。况且田师傅的脾气那么臭，早就有很多人受不了他。就算不是我，也会有其他人去抢他的生意。不管别人怎么做，你这次的做法我不赞同。对啊，做人要饮水思源，要不是田师傅，也不会有今天的喜记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喜记好。如果做生意像你们所说的要顾虑这个考虑那个，那生意还做来干什么？干脆关门大吉好了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我希望你尊重我，不要有下一次。我也觉得你这一次做的不对。师父，这次是我们喜记理亏，不论我之前知不知情，这都是我们的错。那我以茶代酒向您道歉。干爹，就看在学庚这么有诚意道歉的份上，就原谅他一次吧。师父，为了表示诚意，往后喜记所有的盈利，我们会分2成给你，表达我对你教我做饼的恩情。你教学庚如此有诚意，你就要有长辈样，不要跟小辈过不去了。看你诚心诚意的道歉，我相信抢我生意并不是你的主意，这件事就罢了。我接受你的道歉，至于分红，就免了吧。
师傅，不行，你一定要收下。要是你不收下的话，我还是会觉得你不肯原谅我。行，那我只收1成。如果你再跟我讨价还价的话，你就是不尊重我这个师傅。嗯。好，谢谢你，师傅。你们2个年纪也不小了，打算什么时候成亲啊？等阿爸守孝期过后，我会找个良辰吉日，把春仙娶过门。那就好，春仙可是个好女子，你可不要辜负她。成亲的事，等喜记的生意上了轨道再说吧，不急。那怎么行呢？女儿年纪一大，生孩子会有困难的。顺其自然吧。学根啊，上次我不是给了你一张生子秘方，你是否给了春仙？还没啊，那张生死秘方我不小心弄丢了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待会跟我回去，我再拿一张给你。谢谢你，师母。有什么事想跟我说？我试探过学庚了，他其实对你是有感情的，而且他说守孝期一过，马上跟你结婚了。我知道，他刚才和干爹干妈也这么说的。你看，他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，讲义气。虽然他对你的感情不是爱情，但是你对他有恩啊，他不想辜负你，所以怎么样都会跟你结婚的。那怎么办？我已经尽量拖延婚期了。这样子拖下去不是办法的，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你主动跟他提出分手。我已经悔过1次婚，再来1次，我怕连朋友都做不成了。我知道这样子很委屈你，可是，哎呀，怎么？好吧，我会尽量想办法提出分手的。破罐子破摔好了。说来说去都是我的错，我之前不应该拼命撮合你们的，要不然就不会搞到这个地步了。没关系，但是如果这次你真的搞砸了，就没得挽回了。不会，肯定不会的，因为你肯定不是我老妈。那就好。一想到有你那么大的曾孙，有点可怕。你笑什么？开心啊，因为我不是你老妈。哎。你们在干什么？没什么啊。薛刚，对不起，不能和你成亲，因为我的意中人是大喜哥。看目光一抹斜阳，打翻不经意的伤。你跟春仙进展到怎么样了？你该不会要催我成亲吧？虽然我年龄不小了，但也不用那么急啊，也得守完阿爸的孝吧。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的。你放心啦，等我守完孝后，我会马上娶春仙过门的。如果你不放心的话，我们可以先订婚的。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要催你们2个结婚。就我觉得，如果你真的不是那么喜欢春仙的话，就不要勉强自己啊。唐树，你不是说过春仙是你和阿爸心目中最佳的媳妇人选吗？为什么突然改变想法？就想通了，对不对？如果硬把2个不相爱的人放在一起，那对你跟春仙都不公平的。我知道春仙是个好女子，她为了我尽心尽力做那么多事情，我是不会辜负她的。再说，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。
我一定会努力的。坠落，那些离别惆怅，总会被珍藏。